比亚迪在巴西砸了几十亿建厂，结果被当地官员扣上了奴隶工厂的帽子，还拉进了黑名单。结果呢，巴西总统卢拉直接拍了桌子，想砸我的招牌，滚蛋！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出在绝对实力面前魑魅魍魉皆为笑谈的国际反转大戏。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新能源汽车赛道，那基本上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主场。欧美那边啊，一看技术上干不过，成本上拼不赢，那是急得后脑勺冒烟儿。美国人直接抡起了100%关税的大棒，在那边搞闭关锁国。欧洲那边呢，扭扭捏捏的搞什么反补贴调查。那咱们这溢出来的产能往哪儿去啊？南美大陆啊，那是咱们出海的一片广阔蓝海。而在这一片蓝海里啊，巴西绝对是重中之重。比亚迪为了拿下南美市场，可以说是砸下了血本啊。他们在巴西的东北部有个叫巴伊亚州的地方，投资建了一个超级庞大的电动车生产基地。你得知道啊，这是比亚迪在亚洲以外规模最大、最下血本的综合性生产基地，那是奔着南美之心去的呀。最有意思是啥呢？大家知道比亚迪现在用的这块地啊，以前是谁的呀？是美国福特汽车的。当年福特在巴西啊，那是赚的盆满钵满的。结果到了2021年，老美一看燃油车啊，在当地的利润下滑，人家拍拍屁股，连个招呼都不打啊，直接关门大吉跑路了，留下巴伊亚州当地几千名工人瞬间失业，整个厂区啊荒草长得比人还高，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美国资本家那真叫一个冷酷无情哦。就在当地老百姓以为这辈子啊都要靠领救济金混日子的时候，比亚迪来了，带着最先进的技术，带着未来能源的图纸，更带着几十亿的真金白银。这不仅仅是建个工厂啊，这是给当地人重建饭碗啊，这是救命的买卖啊！你想啊，原本死气沉沉的废墟，一下子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几千个就业岗位就这么砸下来了。巴西是从上到下，谁不把比亚迪当成财神爷供着？结果呢，偏偏就那么一号人，非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恶心人。就在比亚迪基地的围墙刚砌好，设备正进场的时候，一阵歪风邪火刮过来了。巴西政府里面有个部门叫劳工监察局，那这部门的头头啊，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头号反派，劳工监察部长路易斯·费利佩。这位费利佩啊，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了，还是这个背后有高人指点，带着一帮人杀到了比亚迪工地，一通瞎转悠之后啊，他立马在媒体上抛出了一个震撼全球的重磅炸弹：我们在比亚迪工地上发现了极其严重的劳工问题，工人住的像猪窝，护照被强行扣押，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类似奴隶待遇，这就是血汗工厂。好家伙啊，这奴役劳工4个字在西方那种政治正确的语境下，那可是核弹级的指控啊！费利佩动作那叫一个快啊，根本不听解释啊，大笔一挥，直接把比亚迪拉进了巴西政府的劳工虐待雇主黑名单。各位，这个黑名单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在巴西，这个企业它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你在银行基本上就贷不到款了，你的产品呢就会被各种圣母抵制，甚至随时面临被停工、被罚没资产的风险。这哪是执法呀？这分明是直接拿刀架在比亚迪的脖子上，要搞定点清除呀！那些平时呢就喜欢跟着西方主子后面摇尾巴的媒体，一看到这个新闻啊，那简直就跟苍蝇闻到味儿一样就跑过来了，各种添油加醋的报道铺天盖地啊！什么中企海外压榨劳工，比亚迪在巴西现原形。这不仅是在搞比亚迪啊，这分明是在往咱们中国出海企业的整体形象上泼脏水、刷黑漆。当时国内好多网友也懵了，这比亚迪这种身价几千亿的巨头，跑去巴西建几十亿的厂子，图个啥呀？图省那几个临时工的盒饭钱，脑子进水了才会干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吧？这收益和风险完全不成正比。稍微懂点商业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呢透露着一股子邪气。比亚迪当然不能认着哑巴亏啊！第一时间就站出来硬杠，把这个事实真相甩了费利佩一脸。咱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奴隶待遇到底是个啥。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个外包工地的沟通误会。那比亚迪呢是甲方，负责出钱建厂，但是具体的挖土啦、搬砖啦、搭架子，那都是包给当地建筑公司的。这没毛病吧？难道你让造车的工程师去和水泥？费利佩抓到那些所谓的条件恶劣的工人，全是当地外包公司招的临时工，而且这工人们到底有没有被虐待呢？根本就没有。
媒体跑去一采访，这工人们自个儿都懵了啊！我们在被奴役吗？虽然住的是活动板房，但老板每个月工资按时发呀，不仅管饭还有津贴，这不比我们在老家喝西北风强吗？再说那个最吓人的没收护照，在巴西那个地方，官僚办事效率那低的能让人怀疑人生。这工人们进了厂，企业为了帮他们办社保、办准证就得统一把他们的证件收上来，替他们跑腿去政府部门集中办理。这玩意儿吧，在咱们国内就叫人事部统一代办，结果到了菲利佩嘴里这就成了非法禁锢呀！大哥，你这个脑补能力不去好莱坞写剧本，真是可惜喽。这就是典型的戴着有色眼镜来找茬。只要你想挑刺儿，鸡蛋里不仅能挑出骨头，你还能挑出恐龙化石来。真相已经大白了，那只要是个正常的官僚，这会儿是不是就应该赶紧撤掉黑名单，给大家道个歉？但是大家永远不要低估了一个想红想疯的政客那种骨子里的傲慢。菲利佩不仅不撤，反而态度更强硬。他为啥这么狂啊？因为在巴西，有些监察机构号称有相对独立性，说白了就是老子查案，上面的人管不着。他图啥呀？图名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抹黑中国新能源那简直是西方社会的通票。只要他死咬着比亚迪，他就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保护本国劳工、对抗东方资本霸权的英雄。这笔买卖他觉得稳赚不赔。那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僵了，菲利佩的顶头上司巴西劳工部长马里尼奥坐不住了。这部长呢还算是个明白人，一看报告就知道菲利佩在无理取闹，这分明是在砸巴西招商引资的饭碗呀！部长是多次下令赶紧把比亚迪放出来呀！结果呢，菲利佩直接玩了一手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梗着脖子公然违抗部长的行政命令，死死捏着那个黑名单，就是不放人。我当时看到这儿我都乐了这已经不是在针对比亚迪了，这在挑战整个巴西行政体系的权威啊！他以为自己呢是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脚是踹在了总统卢拉的肺管子上。咱们得说说巴西总统老卢拉，这位老爷子可是个猛人2进2出总统府，从监狱里硬生生杀回来的。更重要的是卢拉自己呢就是搞工会出身的。如果比亚迪真的在巴西虐待劳工，以老卢拉的脾气他绝对第一个跳出来把比亚迪赶走。可是卢拉为什么没有说话呢？因为卢拉太清楚真实情况了。老卢拉上台那天起最大的心愿就是重振巴西那被废了多年的工业。他要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他要搞钱，他要让巴西人能买得起肉。而放眼全世界，能带着技术、带着产线、带着资金来帮他的，只有中国。所以比亚迪这个基地在卢拉眼里那就是巴西工业化转型的命根子呀。为了这个项目这个卢拉亲自站台，就差没把中巴友谊写在脑门上了。结果呢他在前面辛辛苦苦的铺红毯，底下的菲利佩在那往红毯里埋地雷。菲利佩呢以为自己硬杠上级很酷但是他不知道他这哪是在执法他是在告诉全世界在巴西你砸几十亿的投资，随时可能会被一个中层官僚随便捏个镜名就给毁了。要是任由他这么闹下去以后哪个外企还敢来巴西巴西的工业复兴还搞个屁卢拉终于彻底怒了，没有废话，没有扯皮甚至没有所谓的停职调查。周一的早晨，巴西官方公报发出一纸冷冰冰的通知，解除菲利佩的部长职务，立刻生效。就这么简单粗暴。你不是狂吗？你不是抗命吗？行，你的乌纱帽我给你摘了，你直接卷铺走人，回老家钓鱼去吧。这就是卢拉为了保住中巴合作，直接用最狠的手段把这个瞎天上的官僚给踢出去祭旗。菲利佩倒台了，比亚迪迅速被移出黑名单。这场风波看似平息了，但是背后的理咱得琢磨透了。这几年呢，咱们中国企业出海那是真的不容易到了别人的地盘你不仅要和国际同行拼技术、拼价格，你还得应对当地各种盘根错节的地头蛇。像菲利佩这种想拿中企当政治筹码的小鬼多如牛毛但是为什么这次卢拉会下手这么狠这么快呢？因为比亚迪手里的筹码足够重，那是全产业链的电动车技术，是几千个实打实的饭碗是巴西跨入新时代的希望。这就是实力的碾压。咱们得看透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卢拉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外国企业连夜干掉自己国家的部长？是因为卢拉偏爱中国人吗？不是的
国与国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卢拉之所以果断出手是因为他知道比亚迪手里面的筹码太重了，那是几千个实打实的饭碗，那是巴西整个国家产业升级的希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巴西这片土地上，比亚迪的工厂已经拔地而起，而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中巴互利共赢的合作也只是咱们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那些想给我们使绊子吃闷魍魉最好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玩阴的最后卷铺盖滚蛋的指不定是谁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